好，我们卡夹的那个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有一个拉链夹层的部分哈。那我们现在来怎么车这个拉链的夹层呢？这个部分就是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个拉链夹层的这个部分。那首先呢，因为我们拉链头呢头尾都有点丑丑的，所以我们要用布把它包起来。那你要布把它包起来呢，你首先这个正面呢。这个你要不要贴薄布衬都可以，因为它毕竟只是在边边而已，只是说你贴了薄布衬，它会比较挺一点哈。那我们就是正面朝下，好，我们可以把尾端剪小一点哈，正面朝下，然后把它缝起来，像这样子把它缝起来。那如果这边有一个挡片呢，你觉得它高高低低不太好车，没关系哈，你就是稍微这样子自己把它推一下，就可以轻易的过去了。那如果你嫌，比如说你的这个布，如果你觉得它太厚，其实你这样一层也可以，因为它最后它会包在里面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里面会没有看到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丑丑的感觉好像怪怪的，你也可以像这样子再包一层在下面，好像这样子，也就是说我们等于是把拉链夹车在两个的中间，然后就把它车起来，像这样子，好。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翻到正面来之后，从正面压线。那如果从正面压线，你觉得你刚刚离这个挡片有点远，你可以把这一块布往上推，再来压线，这样也可以。就是说，因为它这个部分呢，它是小小的部分，可是就是说，你可以就是比较不用说哦，我什么都要弄得很旁边，就是把它车正面呢，最后看起来漂亮就可以了。像这样把它车起来。那这一面呢，要示范给大家看。所以我就是只用就是做双面。那如果你是做单面的话呢，就会像这样子。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个厚度，其实是没什么感觉，没什么差的。好，我们从正面呢，从另外这一边呢，我们就只要用这样就好了，就只要用单面就好。我做两种不同的那个都可以，两种都可以，就是看你自己的 kimoji 啊。如果你觉得说你胖公公，我同事买了薯条回来，那胖啊。就是把它这样子哈，把它并在一起，前面要把它并在一起哦，然后一起车。然后呢，你在车的时候，你要稍微把它固定住，免得说你车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开掉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你要稍微手把它两边呢固定住。好，你改可以开始亏。好，之后呢，我现在开始心不在焉呢，因为那个薯条太香了，所以，然后再从正面压线。压0.1，好，把它压前后固定住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压完线之后呢，我这边我就不去做另外这一片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告诉大家是说你缝起来的感觉，看有没有什么差别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做它的中央线。你犯规了，求胖啊！好，我们把它这种中央线呢，把它做出来。为什么我们要？你在做中央线的时候，你拉链头不要放在中央哦，免得你折不起来。好。那你就是用这个挡片呢来当两边的支点，然后用这样子把它拉过来这里。哦，折磨，来这样子把它画一条线固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平均的车在这个那个拉链的布上面，所以我们的拉链布呢也要做中央线。好，那拉链布我们只要一边贴那个薄布衬就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中央线这样子把它固定起来。之后呢，因为两边会稍微痛出来吧，因为反正我就是有多剪一点点，反正剪完之后多的你就把它剪掉就对了。好，然后把拉链拉开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固定在上面，所以中央线你要把它固定好，这样你左右两边留的呢才会一样长。好，留下来的挡布才会一样长。车到快要卡到拉链的时候，把拉链头往上拉，继续车，像这样子把它车起来。这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拉链呢，前后都可以很漂亮的包在中间，然后左右留的位置也会一样长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先车这一片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先把里部的这一片呢先车上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等一下呢，还是要从正面压线会比较漂亮。那你多的这个拉链的挡片，你多的可以剪掉了哈，像这样把它剪掉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拉链夹车在中间。这样我觉得这样的顺序你会比较好车。那如果你要是觉得说你有别的方法可以比较好车，当然都可以。你也可以先把拉链车完再车，这个也都可以。好，像这样子车，车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先在拉链这里先压线，先把它线压出来，这样子，等一下比较好车一点点啦。好，那如果你要像我们的那个图解步骤里面那样子呢？车也是可以，就是两种方式都可以，依照你喜欢的方式去车。好，那我就是先压一边的线，好，
然后压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车另外这一边，好，那另外这一边也是一样啦，就把它平要赶快中腰，赶快把它这样子把它弄过来，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车上去，也是车大概0.5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车到拉链头的时候要记得拉一下哈。但现在的洞变比较小，你会感觉比较不好拉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还是把它这样子稍微抬起来之后往后拉，好，不然你会卡到那个拉链头，好，这样子往后拉，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放上去，车起来之后，好，车起来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里已经有一圈了，这是等一下我们的表布。那这个里布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要从这边车过来，把它翻过来，这样子车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也是把拉链夹在表布跟里布中间，这样子把它车起来。它一样会车到拉链头的地方呢，你就自己小心一下，不要 K 到。好，车完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这样子，有没有拉链夹车在中间？好，拉链在中间，然后这里有2个洞。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是要把它翻到正面来，把它翻到正面来。把它从这里从拉链的这个洞呢，你可以其实你摸一摸，你看你要怎么翻它才能到正面，你就试试看，反正它就是可以翻到正面来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翻到正面来之后呢，正面是不是在里面？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拉链的头往内呢？因为我现在要来压这一道线，这道线是刚刚已经压过就很漂亮，你总不能只压一边吧，不是怪怪的吗？所以我们就来压另外一道线。那压另外一道线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把这里会比较不好压啦。不过其实都还可以做，就是说我们就是把它这样子推到最边边，有没有？把它整个张开推到最边边，然后把这个压脚放进去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车咯。好，然后就你不用一下子我就要拉很直，我们可以先固定一点点，就是先把这里回针回完之后，把这个布慢慢的拉过来，像这样慢慢的拉过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会慢慢的平整了。好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你不要觉得说我怎么都那么难车，没有哈，其实就是你不要一下子我就要拉一条很长的线，你就是一点点一点点的，我们就慢慢的这样车过来。好，像这样子。车过来回针之后，好，我们再把它翻到正面来。什么是正面？就是拉链头在外面的这个边，这个叫正面。这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我们的拉链呢，头尾都很漂亮的，好，有挡布这样子头尾。但我刚刚说的就是说你这边的话，你看这边我是车单层，这边车双层，所以双层的话呢，你摸起来这里会比较厚，那这里就会薄了一点点，就是只差了一点点呐。那其实你要单面两边都可以，因为我们最后都是夹车，所以都看不到。也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说，如果你要做单层也是可以的，哈。阿丽亚其实刚刚讲我就是要整咖，就是虚当当，就是让我自己心中也是觉得就是很完美这样。那你就是车双层也可以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来把它对折好，因为我们是要做中间的拉链夹层，我们就把它对折好，沿着这个拉链边把它对折好，这样子，然后把它车起来，好像这样子，把它车起来，拉好之后车起来，之后下面压0.1。比较扁啊，比较不会说在皮夹里面它肥肥的在里面，我们就这样子把它车好，压0.1这样子。那这个拉链的这个小礼袋呢，我们就可以装零钱啊，还是装一些比较怕掉出去的东西。像我还会装那个记忆卡，有时候那个手机相机的记忆卡我还会丢在里面或是放那个。因为我是用那个 Apple 的手机，所以我还会放那根插针，有没有？就会放在这里，那它就是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内袋。那如果除了这个拉链的这个内袋以外呢？怎么会有线啊？就是像这样一个漂亮的内袋，卡到一条线，好，像这样子，是不是就等一下我们就可以，就是之后呢，在其他步骤组合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把它组合进去，好，所以它不会很难，就是说。你要懂得怎么去车它，它就是还蛮漂亮的。那另外的这个夹层的这个地方呢，我就是顺便教大家啦。那本来呢，如果你夹层了，你也是一样可以用2块布，有没有？正相对把它车过来，然后翻到正面，正相对车过来，翻到正面，就像这样。可是这里呢，就是有一个厚度，就是缝缝接的厚度，所以呢，你也可以这样做，就是把这个。纸型的下摆折双，哈，那当然我现在教的这些都是要看过有我的纸型之后，你才有办法这样车，不然你也可以自己画纸型再重复一次，你可以自己画纸型，你也可以跟我买纸型，然后这样去车，好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把这个
隔间布呢，隔间这个带布呢，你可以把下面折双，然后把衬贴在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做，也就是说呢，我在这个下面这里，好，然后把它折起来。之后呢，把它翻到正面来。我把下面的这个地方呢，把这个合起来的地方放在最下面，然后我就从正面压线，像这样子哦，从正面压线，压双边上下就好。这样子的话呢是比较漂亮，是说你的这个上面那一层就不会有厚厚的感觉。我示范给大家看哈，像这样我们上下都有压线，然后折线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折过来之后，左右两边压线。这样子，你要是像这开的，你最好是从上面压下来哈，免得你从下面压上去的话，很容易等低卡，敢不知？等低卡就是长短不一，好，这样是比较不好看的。好，像这样子，我们把它扯起来，你看看哦。我们现在的这个隔间的这个部分呢，上面这里呢就可以薄薄的，比较不会太厚，有没有？上面就可以薄薄的，不会说，如果你是两片呢。车两边再翻过来的话，两边因为有缝缝会比较厚。那我们现在因为把缝缝藏在中间，其实也不会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这里的这个厚度呢就可以减少。就是因为我们长夹呢，因为有很多层，那如果你很多层的话，每一层都很厚的话，里面就看起来很胖哦，有没有？就看起来，那边讲啊，就是看起来就不一样那种，跟人力感官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像这样子的话，它薄薄的，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轻便、比较漂亮？所以我们把这个隔间呢，把它放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，就是我们是做这个长夹，你就是各个突破，好，这一型这盒，然后每一个步骤你都把它分解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把它组装起来一样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长夹的这个内袋呢，就是一个拉链袋，一个隔间袋，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车哦。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，如果你在看执行的时候卡关，赶快来看看影片吧。